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多伦多地区39%的公寓为投资者持有，并用作出租。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，近2年新公寓的租金大多低于持有成本。未来这种趋势可能还要持续下去，这预示着投资者的行为即将发生变化。CIBC 的一份报告称，利率上升正在把大多伦多地区新建公寓市场推向一个临界点。去年购买新公寓作为出租物业的投资者有 52% 出现亏损。据统计，大约3/4的公寓投资者持有抵押贷款。在2020年，这些投资者平均每月利润为63加元。去年因为央行加息，利润转为了平均亏损223加元。到了今年，情况进一步恶化，第一季度平均亏损上升到400加元。有 14% 的投资者每月损失1000加元或者是更多，1/3的投资者至少每月损失400加元。这份报告称，未来情况还会变得更糟。上周公布第二季度财报的5大银行都报告增加了抵押贷款损失准备金。这5家银行分别是 RBC、枫叶、CIBC、BMO 和 TD。财报显示，除 CIBC 外，其他银行均未达到盈利预期。每当银行发现经济放缓或者是经济有放缓可能的时候，银行都会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。上一次银行大幅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是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，当时他们担心失业率上升，借款人没有稳定的收入。现在由于经济放缓和商业地产违约率上升的担忧加剧，5大银行集体拨备了自2020年以来最多的损失准备金。在今年的前3个月，5大银行共记录了 33.7 亿加元的信贷损失准备金，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0亿加元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3倍。表面上，几大银行都把商业地产列为提高信用损失准备金的一个主要原因，但实际上更大的风险来自于住宅房地产市场。银行在报告中指出，随着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远程或者是混合工作模式，对于办公空间的需求下降，给办公室租金和估值带来了巨大压力。与此同时，利率飙升推高了偿债成本。而在住房抵押贷款方面，加拿大的家庭债务水平是所有七国集团中最高的，每年大约有110万户家庭续约贷款，因此他们不可避免的要续约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。最近，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戳破了劳动力短缺的谎言。加拿大统计局的分析发现，在加拿大需要高学历的工作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，这表明造成大量职位空缺的原因是技能和薪酬不匹配等其他因素。在疫情爆发之后，职位空缺一度飙升至超过100万，劳动力短缺给政府施加了压力，要求政府帮助企业寻找工人，包括提高加拿大的移民目标等等。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分析了2016年至2022年的劳动力数据，发现对于需要学士学位或者是高等教育的工作，空缺的工作岗位总是少于填补这些职位的人数。例如2022年第4季度有11万3千个需要学士学位或者是更高学历的职位空缺，但同期有22万7千个持有此类学历的人失业。如果是对于要求高中文凭或者是以下学历的职位，工人短缺是从2021年第3季度开始的。短缺原因往往是工作所需职业技能与求职者拥有的技能不匹配，或者是雇主提供的工资达不到求职者的期望。联邦政府宣布了新的移民目标，那就是到2025年每年将迎来50万名新移民。而经济学家则持保留态度，他们担心这会压低国内工资。在高通胀的经济环境下，企业提供的薪资太低，使工人难以维持生计，他们宁可躺平也不愿工作。而政府一味增加移民，只能使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。虽然加拿大的经济尚未陷入衰退，但数据表明，很多主要城市已经进入低迷时期。来自加拿大商会的城市支出追踪数据显示，在21个城市中，13个城市的实际人均支出正在下降，包括多伦多、温哥华、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，尤其是基奇纳华铁路正在苦苦挣扎，这是科技行业就业放缓造成的。安大略省和 BC 省的维多利亚的支出分别比1年前下降了 7.7% 和 7.1%。全国排名前10名的城市中，只有温尼伯、哈密尔顿和渥太华的实际人均支出增长。
4月份，尼尔森 IQ 对大约1万户加拿大家庭进行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。调查中，53%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已经陷入经济衰退，而他们预计短期不会出现缓解。其中有55%的人认为这种情况将持续1年以上，并且很难实现软着陆。这项调查证明，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认为未来经济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并且他们会捂紧钱包减少消费。市场对美联储6月份加息的预期再次升温，因为美国4月份消费者支出增幅超过预期，提振了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前景。继3月份增长 0.1% 后，上个月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0.8%， 远高于经济学家 0.4% 的预测。通胀升温可能促使美联储下月再次加息。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已经落后于美联储75个基点，而6月7号的议息会议，央行将再次公布利率政策。现在春季市场已经进入尾声，暂停加息给房产市场旺季让路的使命也基本完成，因此可以断定6月份加拿大央行将再次加息。目前1年期债券收益率比5年期债券收益率高出近130个基点，这导致短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不断上升。而央行加息之后，浮动利率也将进一步上升，那个时候房产市场所谓的反弹也将画上句号，而真正的房产市场调整将缓缓拉开序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